世界上一直有两个朱镕基，一个是党眼里的，一个是民众心里的。到底是骂他还是捧他，就一件事儿，看你的屁股坐在什么位置上。有人说他是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也有人说他那就是总手术师，而且是不打麻药的那种。那他的底色到底是什么呢？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8月11号，2个小时前，我看到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出讣告了，前总理朱镕基今天刚刚去世，终年97岁，再过1个多月他就98了。今天咱就来聊一下朱镕基。他在中国是一个高度争议的人物，在世界上也是如此。你看吧，刚才国外的媒体《纽约时报》呀，什么华邮都说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工程师是他引导了中国的改开融入了全球化，这评价都快赶上这个国家元首了。那真实情况是这样吗？但是相对应的在中国老百姓心里，朱镕基他却有一个阎王一般的面具。今天呢，咱就不吹不黑，给大家客观的聊聊朱镕基。首先在中国的历史人物中，通常中国老百姓会送给他们一些绰号。咱就从那个49年以后，毛腊肉、毛太祖，对吧？接下来邓小平、板凳、矮子，再往下江泽民、江三表、蛤蟆、什么眼镜，再往下就到了谁了呢？到了这个胡锦涛、和谐帝、面瘫帝，到了温家宝，直接就是影帝。现在的习近平叫做维尼熊要么就属于是200斤。事实上，这朱镕基他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绰号，但这个绰号呢，一般人接受不了，他叫做啥呢？朱老板。还有一个绰号，直接就是棺材。这个绰号怎么来的？那就是他担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他就说出了自己的豪言壮语，说甭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将义无反顾。然后呢，说我要准备100口棺材，给这贪官99口，有1口留给我自己，咱们同归于尽。这些话呢，老百姓当年听着是群情激愤，终于盼来一个包青天那样的宰相了。但事实上是什么？他们接受的是什么？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老百姓终于活明白了，这朱镕基他谈不上他嘴里的清官，这简直就是一个酷吏。说酷吏我是有根据的我们说几件事儿吧。作为一任总理就干了5年，加上那副总理也接近10年，他干了一件影响现在中国人的事儿，就是分税制改革。你知道这件事儿是如何改变了中国民众的生活状态吗？在这个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央政府收的税在20%几左右，70%几是地方政府的。地方政府用它干什么呢？养老、医疗、教育、修桥修路、基础设施，对吧？中央政府他觉得钱少了，这哪行有的时候中央缺钱的时候，还要向上海和广东去借钱。那江泽民和朱镕基他决定改变这个方式，他就粗暴地推出来了分税制改革。结果中央政府拿走了税收的50%到60%，包括现在也是一样。那结果是什么呢？中央政府很快就富起来了。因为富起来了以后，就转移支付给那些穷地方吗？那只是一个方面。大量的钱去干什么了？去殖民，是监控渔民，很多钱直接放到了军费上面，核武器研发、火箭上天都是钱嘛。第二增加了维稳的力量，老百姓花钱来监控自己还不算还要往外撒币，大量的对外进行援助，这些钱都是一个老百姓的血汗钱。分税制改革操盘手就是朱镕基。除了这件事咱必须讲
它还有一个副作用，就是中国的高房价的起源，它就来自于朱镕基时代。咱不代表说他死了以后呢，只唱战歌，那不是咱那个风格啊。客观的来给你描这个真实的情况。中国的房价为啥这么贵呢？源头上是地贵，地贵为什么这么贵？是因为他没钱。刚才讲了，地方政府承担了养老、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招商引资这些都花钱的时候，中央政府拿走了50%，撒币去了，搞核武器去了。那你说地方政府你不得逼着他们搞钱吗？所以他们发展出来了第二财政，就是土地财政，把地啊招拍挂给你卖，卖完了以后呢，政府不就有钱了吗？那我问你，这地价这么贵，盖了房子了，房地产商又把钱给了政府了，最终谁买单？不还是每一个要住房的人，中国老百姓来买单吗？这就是朱老板的功劳啊！另外，除了房地产啊，还有个恶果出现了，就是重复建设，追求 GDP，然后呢要招商引资，互相的建设大量的工业园区。而这些工业园区啊，当地说的很清楚，我把人招来，这就是税源。那很多时候这些开发区啊，粗制滥造，大量的烂尾楼。所以说啊，老朱的这分税制改革，现在的老百姓也没缓过来。那咱们说说他第二件事啊，为什么有人说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操刀师呢？中国的经济在前几年改开以后啊，到这个他担任总理这段时间，确实发展的不咋地，债台高筑啊，企业什么低效啊，什么人浮于事。他采取了一个3年脱困的政策，实际上就是休克疗法，给了你指标，3年脱困，那结果是什么？谁买单？每一个普通老百姓买单，有的是夫妻双双下岗啊。而且啊，东三省的很多工人下岗了以后，当他要到南方打工的时候，要接受暂住证啊、什么治安条例的处罚，很多什么孙志刚这样人就在当时啊死去了。那些你不知道名字的人多了去了。所以啊，那段时间东北人，尤其是下岗职工，一听朱镕基啊，都摇头。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双双的失业了，有很多人啊不得不去从事一些黑社会的事。所以你看，改变了大半个中国的劳动阶级吧。第三件事啊，是他引以为傲的，就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咱们如果从结果上看了，这是干了一件对中国有益的事儿。但是啊，你现在回头看他2000年入世的，是签字的人，但是那些入世的承诺他实现了吗？没有吧，大多数都是 taco 了吧。另外啊，更重要的是改开以后的劳动成果，入世后的劳动成果，共产党拿去了多少，分给中国老百姓有多少，到底是5.5开、3.7开还是1.9开？所以每个老百姓心里啊，他都是有本账的。刚才我说的只是3个有代表性的事儿，大家对他的评价，你回头一看啊，这朱老板当年下手可真是狠。如果说他的底色是什么呢？我感觉啊，在中共看来，他是一个尽职尽责的红色党棍，为了党的统治地位、中央的集权，为了这个融入全球化，挣更多的钱，挣老美的钱，他呢是干了大事，立了头功。但对于民众来说呢，你在做这些的时候，有没有考虑民众自己的承受能力问题呀？如果说当年朱镕基的角色如果换成温家宝或者换成李克强啊，我相信步子也许会慢那么几年，但是民众经受的痛苦啊却没这么大。当然了，现在习近平可能也要唱一些高调啊，但问题是，像朱镕基这样敢干酷吏、有自己的想法和脾气的人啊，你放到现在那儿，老习能容忍他吗？可以肯定，这俩人啊，
根本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开个常委会啊都有可能吵起来。所以说中共历史上这就是一个悖论，他作为一个二把手跟江泽民搭班子的人啊，他确实想干活，但是他的能力无论如何最终都是为党巩固权力去急功近瘁，死而后已了。好，这是我个人对他的评价啊，也许你不赞同，如果你有自己的想法，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咱们共同探讨。明天再会。